曾经是英特尔酷睿旗舰之王的魔方 S600， 新年开始它又同我们见面了。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装置 i7-1370H 旗舰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魔方 S600。元旦前，我们在 YouTuber 社区和 B 站专栏里公开了截止到2023年底的迷你电脑性能测试的所有数据，包括 Arctime 转码时长、CPU Z、Geekbench 5、Geekbench 6、Cinebench R3、Passmark、OpenWRT Coremark 排行榜。这些数据仅供大家购买迷你电脑参考。全部数据我们会在每年年底更新，季度仍然只更新 Coremark 排行榜数据。另外，在上期视频里，我们说魔方的 1260P 曾经短暂跌下了2000元，结果是我们搞错了，因为在魔方京东旗舰店里，不但 i7-1260P、i7-1270P， 还有刚上架的13代 i5-1340P， 现在全部都低于2000元。魔方 M9 Pro 这一型号可能是全网最有性价比的移动低压酷睿迷你电脑。i7-1370H 算是13代旗舰标压移动 CPU 了，带有这款 CPU 的迷你电脑之前的价格普遍在3000元以上，魔方 S600-1370H 2799元的价格也可以算是目前全网最低价了。1390H、1370H 新一代 Ultra，对于英特尔酷睿高端旗舰，您喜欢哪一款呢？魔方 S600 装置了14核20线程的 i7-1370H CPU， 96EU 的 Iris Xe 核显，双通道 DDR5 内存4800兆赫兹 M.2 PCIe 4.0、3.0 和 SATA 接口，3屏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SATA 线、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内存散热器。这块电源是19伏 9.23 安，一共180瓦功率。小主机是金属机身，镜面上盖，机身接口前面板 Type-C 口，双 USB 3.2A 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3个 USB 2.0 接口， USB 3.2A 口， HDMI 2.0 接口， DP 1.4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后置耳麦口。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双 DDR5 内存4800兆赫兹M.2 PCIe 4.0 的 NVMe， WiFi 6E 的无线网卡没有叠加，使用 SATA 线缆连接 2.5 寸 SSD 的接口。给小主机翻下身，取下4个脚垫，拧开螺丝，取下底盖， PCIe 3.0 X4 的 NVMe 接口，一个硕大的 CPU 风扇。BIOS 里请打开 Set States，这样小主机的待机功耗比较低。出厂的 PLE 是45瓦，这里我们可以进行调节。同样，风扇现在设置为自动模式，是比较安静的那一类，我们需要折腾的时候可以设置为手动软件模式。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打开 IW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1分30秒后 CPU 功耗从55瓦降低到45瓦，整机功耗从67瓦降低到57瓦， CPU 频率运行在 2.5G 赫兹，随后一直保持。在单烤的48分钟内 1370H 很稳定， CPU 功耗一直保持45瓦，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70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3度。我感觉这块 CPU 在这台小主机上好像还有余力，厂商可是给了我们180瓦的电源。
我们首先使用魔方 S600 主机的 i7-13700H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1分58秒，共计718秒，超过了 S600-12900H 的751秒，还算不错。CPU-Z 多线程 5927.5， 单线程 805.7， 低于 12900H， 45瓦的性能释放保守了。Geekbench 5多核 10396， 单核 1878， 低于其他 13900H， 也低于65瓦性能释放的 12900H。 Geekbench 6多核 11614， 单核 2664， 仅仅次于 13900H， 算是不错了。Cinebench 223多核 12554， 单核 1893， 45瓦的性能释放确实是不够的，比小型 midi 的 13500H 都低。Passmark 多线程 25629， 单线程 4156， 排在它前面的是 13900H 和别家的 13700H 以及自家的 12900H。 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i7-13700H 45瓦的性能发挥不太强。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203895， CPU 得分562665。我们直接来折腾一下吧。我们将 PL1 和 PL2 都设置成85瓦，再把风扇模式改为手动设置为200，这样风扇的转速最高是2800转。再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60秒后 CPU 功耗从85瓦降低到65瓦，整机功耗从102瓦降低到81瓦， CPU 频率运行在3GHz， 随后一直保持。在单烤的35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65瓦，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86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6度。 CPU-Z 多线程 7340.2， 单线程 807.1， 超过了65瓦性能释放的 12900H。 Geekbench 5多核 12552， 单核 1808， 直接排在了英特尔酷睿 CPU 排行榜的第3位，非常强啊。Geekbench 6多核 13445， 单核 2646， 不但超过了明凡的 13700H， 还超过了所有最强的 AMD CPU。 Cinebench 223多核 15683， 单核 1809， 仍然排在了英特尔酷睿排行榜的第3位，65瓦的性能释放提升了一大截。Passmark 多线程 30638， 单线程 4160， 又排在了所有英特尔酷睿 CPU 排行榜的第2位，很强。综合来看，这台 i7-13700H 65瓦的性能发挥，不但让自己挤进了英特尔排行榜的前3位，而且相比自己45瓦的性能释放，有平均接近 20% 的性能提升，算厉害吧。接着看这时的娱乐大师，总分1292068， CPU 得分646,802。我们还给这台 13700H 运行了 OpenW 测试， AES 766,102， XX20 417,133， CoreMark 438,151。在 CoreMark 成绩上仅仅次于明凡 13700H， 排在英特尔 CPU 的第2位。接着玩游戏，英雄联盟 1080p 中画质，最后大团战170帧左右。原神 1080p 中画质跑起来50多帧。星穹铁道 1080p 中画质跑起来接近60帧，战斗50多帧，这就是 96EU 的 iOS X1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比特 2GB 非压缩格式显示信号输出，满足 HDMI 2.0 的标准。DP 和 Type-C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8比特 2GB 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DP 和 Type-C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Hz 的8位 2GB 非压缩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60Hz 的8位 2GB 非压缩信号。
英特尔 Iris Xe 96EU 的核显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4800兆 B， 达到了 PCIe 4.0 X4 的入门水平。WiFi 测试，英特尔 X211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870多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v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魔方 S600 装置了14核20线程的 i7-13700 CPU，45 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80瓦，待机最高功耗 12.9 瓦。按这个结果，完全没有必要配置180瓦电源，一个120瓦小电源轻松搞定。室温20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1度 ，SSD 待机温度35度。魔方 S600 65瓦的性能释放，整机功耗最高110瓦，待机最高功耗 14.2 瓦。110瓦还是只有单 NVMe SSD 的情况下，如果再加一块 NVMe， 再加一块 2.5 寸的 SSD， 120瓦电源肯定就顶不住了，这就是需要180瓦电源的原因。这台小主机45瓦性能释放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43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36分贝，可以算是非常安静。65瓦性能释放，风扇2800转，机身正面噪音是53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42分贝，这就是代价呀。魔方 S600 迷你电脑装置了英特尔 i7-1370H CPU，45 瓦到65瓦的性能释放功耗，45瓦性能一般但安静，65瓦性能展现了强悍的能力，直接排在了英特尔酷睿性能排行榜的第2或者第3的位置。这台小主机我们很熟悉，它曾经是上一次迷你电脑总结中拥有最佳接口的迷你电脑。直到今天，它的内外接口也是非常强大的，可以接3块不同的存储设备，各不同的3线式接口，双 2.5G 网卡。它也有进步的，内存插槽升级到了 DDR5， 当然如果 Type-C 升级为 USB 4或者雷电4就更好了。上次有朋友留言，耳麦口后置可以接音箱，这台就是了。总结一下，45瓦的性能释放一般，65瓦的性能释放优秀，45瓦释放时散热静音都非常优秀，65瓦释放时散热优秀，静音稳定。接口兼容性仍然处在第一梯队，它有目前13代酷睿迷你主机中较强的性能，还有13代酷睿迷你主机中较低的价格。13700H 准系统只要2799元，比在售的所有 13700H 价格都低，其他家这个配置都在3000元以上，值得我们向需要高性能英特尔小主机的朋友们推荐。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